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了解还是理解。小美，你今天吃了吗？哈哈，大明，你这是问我真饿了吗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？很多朋友都了解这句话，但他们理解它的真正意思吗？对，了解是知道，理解是感受。有时外国人知道你好，可是他们不懂问候的感情，就像你问我吃了吗一样。表面上是问吃饭没有，实际上是关心，是问候。这就是文化里的理解。你不能只看字面意思。是的，要体会它背后的情。想象一下，你第一次来中国，听到别人问你吃饭了吗？你可能会认真回答我吃了。或者我还没吃呢，饿了。但中国人听了会觉得好笑，因为他们理解你的真诚，也了解你的不懂。了解是知识，理解是智慧。对，了解需要学习和记忆，理解需要生活和体验。比如北京冬天很冷，你知道这个是了解，但你身临其境感受寒风，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冷。那就是真正的理解了。所以理解更深一些，它包含了情感和共鸣。了解可能只是信息，但理解是心里的感受。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呢？在人际交往中，我觉得理解会让你走得更远，对，能与他人心意相通。比如说中国的孝顺文化，外国人可能了解这个词，但他们理解那份深情吗？父母为子女付出的一切，子女回馈父母的爱，这需要从心里去体会。否则只停留在表面。就不算真正了解和理解。这让我想起很多事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充满了需要理解的瞬间，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了解是基础，理解是桥梁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理解。每次沟通都是新发现。对，理解带来真正的靠近。对，理解带来真正的靠近。那么，你会怎样去靠近别人呢？我会先听，认真听他们说。听懂和听明白是两回事。没错，这在交流中很常见。比如，中国人说话比较含蓄。哦，对，不直接说不。他们可能会说我考虑一下。那就是委婉的拒绝了。你得理解这个考虑。我刚来中国时常搞混。有一次，我请朋友吃饭，他说不用客气，结果呢？他真的来了，吃得很香。哈哈，这太有意思了。这就是文化带来的误解。不用客气可以有两层意思，一是真客气，二是真不用。区分就得靠理解语境。还有语气和表情也很重要。是啊，语言是活生生的。
你觉得什么时候不客气才真不客气？这得看对方跟你关系。对，越熟的人越直接。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是不是也很多呢？比如，中国人问你吃了吗？这并不是真问你吃了没。它只是一个问候而已。像我们见面会说你好。中国人还有很多问候方式，比如去别人家，主人会说随便坐，你别太拘束。这是一种客气的表达。知道意思还不够，要理解。明白这话背后的心意，这才算真正走进了文化。文化就是生活的细节。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。什么事？快点讲讲。我的朋友常说你太客气了。这有时是表达友好吗？有时候是，有时候是提醒。提醒我不要太见外。对，希望你更自然一些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这种细微之处很难掌握。确实，需要长期观察体会。还有些词，字面意思和深层会完全不同，对吧？下次我们深入聊聊俗语。哇，那一定很有趣。对，每个俗语背后都有故事。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期待我们下次的理解之旅。期待我们下次的理解之旅。哇，对，理解之旅听起来就好棒。是啊，特别是关于那些有趣俗语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像马马虎虎那种。哈哈，你提到它了，这个词太经典。对啊，他不是真的说马和老虎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刚来中国时就闹过笑话。哦，快讲讲，我猜一定很有意思。啊，你以为是还不错的意思吗？哈哈，我现在能想象那个画面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说勉强凑合。或者不太认真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一种有点敷衍的状态。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来源故事吗？有个古老传说，画诗画不好马，也画不好虎。哦，所以就折中，画了个不像马也不像虎的东西。没错，意思是随便应付，不仔细。哇，原来这个词还有这样的文化背景。是啊，理解它的故事才能真正掌握。我觉得很多俗语都是这样，深藏意义。绝对是。比如开门见山，你觉得呢？这个词，是不是说直截了当？答对了，字面意思就是一开门就看到山。那深层意思是直接点出重点，不绕弯子。对，特别是在谈话或写作中。我遇到过有人用它，感觉很有效率。不过，也有人觉得这样太直接了。哦，这就是文化中的含蓄和直爽。没错，沟通风格的差异体现在俗语里。真是太奇妙了。我还想到一个词。是什么？快说说看，我来猜猜。半斤八两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哈哈，这个有点意思。你想到了什么？字面是重量单位，但肯定不是真的称重。它指的是两者不分上下，实力相当。
原来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是半斤8两呢？古代1斤有16两，半斤就是8两。哇塞，这又是历史和计量单位的结合。对，理解俗语就是在学习历史文化。感觉像解谜一样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是啊，每次理解一点，就离中国文化更近。但有时俗语用错场合会很尴尬吧？绝对会。我朋友就曾用一鸣惊人。哇，听起来像好事，但他用错了。他本想夸别人，却说得像在讽刺。哎呀，这种细微差别真的很难把握。是啊，下次我们聊聊褒义贬义的陷阱。还有哪些词能让人哭笑不得呢？我们下次就继续深挖这些语言陷阱吧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？我觉得理解那些看似简单，但文化背景深的词最难了。这些语言陷阱真不少。比如像马马虎虎这样的词。马马虎虎，这不是很常用吗？是啊，但它有时可不是夸奖。啊，不是说还可以的意思吗？如果指工作，就是粗心大意了。哇，这差别好大，很容易误会。我朋友就因此闹过笑话。快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好奇。他很认真地画了幅画。对，他当时还以为是表扬呢。哎呀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这就是理解的深度和广度。这例子太有意思了。是啊，那小梅你觉得还有哪些词有这种两面性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个词是差不多。差不多，这也有陷阱吗？它和马马虎虎有点像。有时是接近，有时是敷衍。哦，比如你写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这可以是好的。但这饭做的差不多，那可能就暗示不够用心。哇，好微妙的表达。是啊，中国人说话比较含蓄，不会直接说你做的不好，而是用这些词来点到为止。这也是一种文化特色吧？对，理解这种含蓄很重要。就像我们日常交谈，话里有话，要自己体会。就是要多听，多感受语境。我有个朋友就听不懂，还行。还行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以为是真的很好的意思。哈哈，那可真不是，语气很重要。其实就是一般般，凑合。所以中文的评价语很特别。这些细微的差别，真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。是的，甚至很多方言里，同一个词意思也大不同。哇，方言，那更复杂了。甚至还有些特定词语会因为不同语境变成相反意思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星号，你觉得中文里最难理解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是客气这2个字。哦，这个客气具体怎么说？它其实不仅仅是表面礼貌。
更多是一种距离感。距离感，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说，你上次帮了我一个忙，我说谢谢你，太客气了。那不是在表示感谢吗？对，但有时也意味着我们之间还有些生疏。哇，这我以前真没想过。对，如果关系特别好，可能就直接说谢啦。哈哈，一个谢了就够了。是啊，或者一句下次我请你。这种不客气的客气，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我还遇到过一个情况，有次朋友请我吃饭，吃完饭他非要送我回家。这是关心吧，很正常。可是我家离得很远，那你最后怎么回去的？我硬是拒绝了很多次。哈哈，这很难拒绝吧？对啊，感觉他很热情，但我又怕他太辛苦了。这是关心和礼貌啊。是，不过也是一种客气。这种客气让人纠结。它背后是尽地主之谊。地主之谊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我直接打车走人，他会觉得我没给他面子。哇，这里面还有面子。对，所以要理解他心意。真的太复杂了，哈哈。这不是简单的了解，而是深入的文化理解。要是外国人就很难了。是啊，容易产生误会。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。很多时候，语言背后都有丰富的文化背景。比如哪里哪里也是。那个更是一种谦虚。不夸自己，也不接受夸奖。对，那是我们的传统。真是越聊越有意思了。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，就是从表面到深层，从了解到真正的理解。对，理解中文和文化，真的需要时间积累，还要有很多生活体验，才能抓住那些小细节。比如你说的不客气，还有你被送回家那个，都是特别好的例子呢。越是简单的话合适，越是考验我们的理解。是啊，收获满满的一期。今天我们从客气聊到送人，确实体会到中文的魅力，也发现理解有多重要。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文化。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呢？遇到过类似有趣的困惑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。下次聊聊如何优雅的拒绝别人的好意，我们下期见。